见是场震撼。从此后，我心里被你填满。狂风中，暴雨里，心心相依。迎着风，迎着雨，笑容灿烂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策马奔腾；奔向你，让我们踏遍红尘。奔向你，让我们紧紧相随；奔向你，让我们挥洒青春。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也曾经让你哭，陪你流泪，转眼间你用爱把我包围。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；为了你，走天涯，始终不悔。爱强烈到天崩地裂，这场爱简直是轰轰烈烈。不管他人世间几人能见，我和你共始终，此情不灭。所以我想把欣荣指婚给永琪。老佛爷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是御史大人的女儿啊，那可是永琪的福气。欣荣为人体贴又聪明，臣妾没有意见，一切敦请老佛爷做主。也恳请皇上答应永琪的婚事。老佛爷，您明明知道永琪心中只有小燕子，朕也早就已经默许这桩婚事了，如今却要把欣荣指婚给永琪，那岂不是让我这一国之君对自己的子女言而无信了吗？这件事啊，还需要再考虑考虑，不得轻率啊。永琪在皇帝心目中是什么分量？皇帝对他抱有多大的期许？难道我可以轻率吗？正因为永琪不是一般的皇子，我们才更应该慎重地为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福晋。欣荣是最好的人选。小燕子，一介草民，不学无术，根本没办法承担永琪的前途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喜欢欣荣，只有欣荣才能成为永琪的贤内助、好帮手。臣妾从来没有向皇上祈求过任何事情，这一次就恳请皇上答应永琪和欣荣的婚事吧。至于小燕子，将来纳为永琪的侍妾就可以了。皇上也心知肚明，他这个格格毕竟只是说说而已，不是真的。于妃说的正是我的意思。如果小燕子不愿意当侍妾，那么就给她找个蒙古亲王，像赛亚的哥哥巴鲁就不错。是，请皇上做主，请老佛爷做主，就这么决定了吧。于妃呀，难道你不了解你的儿子吗？你真的能够承担起拆散永琪和小燕子带来的震撼吗？当永琪痛苦的时候，你能快乐吗？小燕子的婚事呢，我们就再商量。至于紫薇，既然她心属尔康，那我也没有话说。不过尔康的前途也是无可限量，晴儿也早已看中了尔康。
这一段时间，以我的观察，紫薇和晴儿的感情很好，不如就让他们2个女人共侍一夫，一起嫁给尔康吧。老佛爷，晴儿的婚事呢，朕也一直放在心上，也一直在为她寻找个合适的对象。这尔康对紫薇用情太深，恐怕无法兼顾晴儿啊。您这样的安排，只怕会伤害了晴儿。老佛爷，孩子们的婚事还是交给朕来处理吧。您和于妃的想法，朕都了解了，我会再细细斟酌，也尽量让老佛爷满意。乾清宫还有一些事情等待朕去处理，朕先告辞。额娘，我回来了。额娘，永琪啊，永琪，过来。额娘，什么事让您这么开心啊？好久都没见到您这么笑了。是啊，是有件大事儿，如果成了，额娘一辈子都会天天这样对你笑的。皇上过几天可能就要为你指婚了，我这心里呀，总算是安定下来了。我越想越觉得呀，你和欣荣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呢。哎呀，什么？欣荣？皇阿玛要将欣荣指给我？皇阿玛真的这么说吗？皇阿玛没有把小燕子指给我，皇阿玛没有站在我这一边，皇阿玛出卖了我，我要去找皇阿玛！你要做什么？什么出卖了你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你的皇阿玛呢？皇上是你的亲爹，就算是在自己的屋里，也不能这样忤逆皇上，乱讲话呀。额娘，是欣荣，您就可以这么开心，您就可以天天笑。难道你就愿意看到您的儿子天天哭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活在你们的控制之下？连我的感情都被你们规划，被你们设计。额娘，我是人，我不是你们天天栽植的盆景，想怎么修剪就怎么修剪，想怎么定型就怎么定型。这门指婚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这是老佛爷为你选的对象，皇上对老佛爷言听计从，你没得选择。你一贯因为小燕子顶撞我，对我咆哮不敬的行为，最好到今天为止。永琪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，永琪？你别想再去书房斋了，你回来！我看你就辞去宫廷画室的职位，改去军机处当侍卫好了。一天到晚都不见你的人影，就会给哥哥当护卫，你真有志气呀！师傅，你别发那么大的脾气。真正护卫哥哥的人还轮不到我，我是五阿哥的好兄弟嘛，什么事情都帮着永琪而已。何况我也没耽误如意馆的工作，只要不是额外被处罚的画作，该交的图不是都交差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罚你作画还不够多，所以你嫌得慌是吗？要不要再罚你个20幅山水呢？别跑了，我已经被你罚得一屁股画债了。班继明，大事不妙了！我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晴天霹雳啊！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惨了，我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心乱如麻了。班杰明，你就带着你的好兄弟到你的画室去谈吧。看样子他需要一杯热巧克力，你再给他几块刚刚到货的巧克力糖。我回东堂了。有件大事，必须要跟你说，快走走。 What？ 欣荣格格，
How is that even possible？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不会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我额娘对我说，老佛爷已经完全为我做了主，我阿玛也没有为我拼命去争取。我早就觉得这个新荣格格看起来有些奇怪，怪不得小燕子说所有的贵宾都是有危险的。原来这个贵宾是老佛爷故意安排进宫，带给华阿玛和我额娘见面的。怪不得那天要我去迎接，完全是安排好的，都是他们的计划。No， 吴阿哥，这会杀掉小燕子的，你不能对她这样。自从她认定了你，她心里就是你。我看着她为你改变自己，拼命学成语，拼命压制自己去讨好老佛爷和你额娘。你得对她负责。如果这个消息传到小燕子耳朵里，她会抓狂的。你认为我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吗？我当然不会。但是欣荣今天已经进宫了，我们还有力量挽回吗？我额娘开始欢天喜地地接受欣荣，却完全否决我的小燕子。一个是我深爱的额娘，另外一个是我挚爱的人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只有一条路，皇上，你不是前几天才去求他快点指婚吗？怎么今天就变卦？就是啊，班杰明，你知道的，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对小燕子的心。刚开始我就对你嫉妒、吃醋、患得患失，三个人一路走来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。现在要我抛弃小燕子，去接受欣荣，我怎么能办得到呢？所以，真正的关键不在你额娘，不在老佛爷，不在皇上，在你。这事儿只要你坚定不屈，没有人能勉强你。你不进洞房，谁能让你进洞房？你不要欣荣，她怎么成为你的新娘？她也是名门闺秀，也有自尊。只要你在老佛爷面前，在你额娘面前，在皇上面前表现出你的坚定，你就是赢家。对呀，只要我不做这件事儿，谁也没有办法勉强啊。毕竟这件事情还需要我的配合。班吉明，还是你脑筋比我清楚。热巧克力，兄弟，有你真好，还冲热巧克力来帮我压惊。这是给自己冲的，我才需要一大杯热巧克力来压惊。这样震撼的消息会吓死我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如果有一天对不起小燕子，我会把她带到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。你还在喜欢他 I never stop， 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真是我最大的威胁。Don't be stupid， 欣荣格格才是你最大的威胁。我懂了，坚定不移，绝不妥协。就是这句话。你刚才看到没有？韩香一收到麦尔丹的信就笑得好开心。他说他现在生活当中最大的期望就是等着我们帮他传信，实在是好可怜。我刚刚看到韩香在看信的时候啊，整个房间都香得不得了。她又那么漂亮，真跟一个神仙一样。哎，说不定啊，她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一个女神仙。哎，这次大才子溜到哪去了？怎么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？走。老佛爷吉祥。
你们今天出宫日已经晚归，违反规定了，怎么还不乖乖地待在树芳斋？又跑哪儿去了？对不起，老佛爷，不知道您来树芳斋，让您久等了，请原谅。小燕子，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我们去看香妃娘娘了。皇阿玛说香妃娘娘刚进宫，没有人作伴，所以让我和紫薇多去看看她，陪她解解闷儿。把奴才们都带下去，我要单独和这2位格格谈谈。奴婢遵旨。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是要和你们2个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为你们指婚的事，来亲自和你们谈清楚。都起身吧，起来说话。小燕子，你应该知道，永琪的未来就是我们大清皇朝的未来。永琪担负的是国家社稷的大任，像她这样的人才，是绝对不可能和一个来路不明、身份不清的女子结婚。别说于妃不能接受，像我这个老太太也是不能接受。如果你真的是心里有永琪，真的喜欢他，你就该放掉他，让有能力、有地位、能够辅佐他的女子成为他的福晋。例如欣荣格格。欣荣哥哥，欣荣哥哥，原来是这样，他才配得上吴阿哥。听明白就好，免得我多费唇舌。不过我也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会替你物色一个王公子弟。我不需要老佛爷费心。老佛爷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紫薇，你不用说什么，关于你，我也有决定。你的人品学问实在优秀，说实话，我非常喜欢你。如果你是出自皇室正统的嫔妃，我想我会开开心心地把你指给尔康。但是你是宫外夏雨荷的女儿，你娘和皇帝这段露水姻缘，在民间或许是佳话，可是在宫里是不光彩的。都怪皇帝喜欢到处留情。不过你娘没有坚守大家闺秀的操守，也是遗憾。老佛爷，我明白了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也配不上尔康。您可以简单的告诉我这个事实，不用去侮辱我死去的娘。我娘的爱了一生，等了一生，守了一生，怨了一生，就是没有悔了一生。她的这种感情，是老佛爷不可以了解的。希望老佛爷不要对您不了解的人物和感情随便的评论。放肆！对不起，紫薇必须放肆。老佛爷，皇上可以随便留情，我娘不该动情。您看清的不只是我娘，是所有的女人。男人都是对的，女人都是错的。三贞九烈是女人的事，三妻四妾是男人的事。让一个女人卑下不堪的不是男人，而是女人。因为当女人批评起女人时，就先把自己给放低了。和你话不投机，不多谈了。我的主题就是，我根本没有准备封你为格格。你和尔康私定终身，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尔康一直是我选给晴儿的人。看在皇帝对你的宠爱上，除非你愿意和晴儿共侍一夫，或者这婚事还有谈判的空间，否则一切免谈。我话就说到这儿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
桂嬷嬷，回慈宁宫。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老佛爷嫌弃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连你和尔康的婚事，他都要刁难？我受不了这个，我要去问永琪，我要去问永琪。娘娘，还珠哥哥来了。还珠格格，你在找永琪吗？我也在找他，难道他不在漱芳斋吗？不在，不在。玉妃娘娘，我有急事要找他。如果他在的话，可不可以让梅儿和银儿告诉他一声？我这个永和宫从来也没有个护卫，就连一个儿子也不愿意在家看守，都跑到漱芳斋去当护卫了。怎么你丢了护卫，要到我这里来找呢？玉妃娘娘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知道你不接受我，可我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了。我做巧克力点心给你吃，送发簪给你戴，但你通通都不领情。其实你跟老佛爷都是一样的人，表面看上去温温和和的，但实际上你们排斥所有你们得不到的任何东西。你不要我，我也不会自己跑过来找钉子碰。至于勇气，我也不要了，还给你，你得意去吧。小燕子，你刚才跟我娘说些什么？你在和我娘吵架吗？永琪，我要你一句话，你真的要和欣荣哥哥成亲了吗？没有，你不要着急，我们去漱芳斋谈谈。永琪，你还要去漱芳斋啊？你的眼里还有没有这个额娘啊？已经半夜3更了，你还要往漱芳斋跑？你这个快指婚的人了，要是传到欣荣格格那里怎么办呢？你能不能规矩一点啊？额娘，什么指婚，什么欣荣格格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小燕子，永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骗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？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要过高攀你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彻彻底底的分手。你去找你的欣荣哥哥、莲蓉哥哥、藏宁哥哥，你就是不要来找我。小燕子，小燕子，你等我！如果小燕子当了我的儿媳，她不是想骑到我头顶上去吗？居然这么对我大吼大叫，深更半夜还把永琪带走了。永琪，他
他是得了失心疯了吗？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你不要让我腹背受敌，内外夹攻！你等我，听我解释。小燕子，你站住！小燕子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小燕子，小燕子，小心！小燕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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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了？你说句话！你看看我，小燕子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小燕子，你没事了吧？小燕子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我说。你不要理我！我不想理你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怎么又是这样？什么事情都不弄清楚就乱生气乱跑，横冲直撞的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脑袋又弄了一个大包。那个杏仁哥哥是老佛爷和我娘自言自语，我又没有答应他，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？我才不要理你呢！理你就会被你骗，我再也不要被你骗了。哎，小燕子，你站住！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别再伤到自己。你站好了，听我说。小燕子，小燕子，我们不能在这儿说话。你的脑袋还需要冰敷啊！我们去，哎，我们去如意馆吧。班杰明还没有睡，郎教士已经回东堂了。怎么样？放开！我去看班教，跟你无关。是，我陪着你。好些了吗？会不会头晕？很痛吧？不要你假关心。听话，别动，别动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怎么会撞得这么严重啊？现在已经又红又紫啊！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你也太容易撞头了吧？你知道脑袋很重要吗？这样左撞一次，右撞一次，会变成傻瓜的。变成傻瓜才好呢，这样就不会难过，不会痛苦，也不会伤心了。小燕子，你现在说话好 philosophical。什么叫 philosophical？ 就是很哲学、很有深度的意思。我跟斑鸠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不行，我非插嘴不可。宫里的消息传得实在太快了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马上就传到你的耳朵里去了。什么杏仁格格、莲蓉格格、枣泥格格、豆沙格格我都不要，我只要我的还珠格格。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，就让我喝水时被呛死，吃饭时被噎死，走路会被摔死，洗澡会被淹死，太阳天会被晒死，下雨天会被淋死。学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要学我说话？你笑了，太珍贵的笑了。以后我不会勉强你跟我学任何东西，我宁愿跟你说小燕子一面。我去大画室画画了，你们要笑要哭要吵要死都随你便。哇哥，记得帮他换暖腹带，现在没有冰块，只能用冷水。关杰明，你别走，你告诉小燕子，在她撞头之前，我们一起谈过什么 ？This is ridiculous。你自己跟他说就行了，还要我来说？没办法，他比较相信他的斑鸠。你们谈过关于指婚？ Yes。五阿哥一回宫，宜妃娘娘告诉他关于指婚的事，他脸色惨白的跑到我这儿来找我。我们谈了很多，最后得到的结论是，婚姻是一件无法勉强的事。他会据理力争，
他除了你不要别人，我是他的见证。你要相信我，不要再误会他了，否则他要和老佛爷奋战，要和于妃娘娘奋战，你又误会他撞伤头，弄得他心痛、头痛、胃痛、肚子痛，浑身都痛，他怎么奋战呢？哎，你们两个为什么都要学我说话？可见小燕子早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。就算要我摆脱你，恐怕我也摆脱不掉了。是谁告诉你关于指魂的事？是谁那么大嘴巴？是老佛爷。我们从宝月楼回到书房斋，他就在那等着我们。他不止亲口告诉我，说要把莲蓉哥哥指婚给你，他还亲口告诉紫薇，说不会封他做格格，除非他要和晴儿一起嫁给尔康，否则他和尔康的婚事也就吹了。他还把紫薇的娘给骂了一通，把紫薇气得快吐血。什么？老佛爷亲口去对你们说，那紫薇会怎么样？紫薇会哭死的。不行，我要回书房斋去安慰她。小燕子，在他卧室里，你赶快去跟他说说话。他连我都赶出来，说要跟人静一静啊。紫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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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紫薇。紫薇，我们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好了。紫薇，你这样憋着，会把自己憋出病来的。你为了那些不了解我们、也不喜欢我们的人，把自己憋出病来，多冤呢？我刚才到了永和宫，我跟于妃娘娘大吼了一顿。永琪把我带到了如意馆，斑鸠和永琪跟我分析了好多，我才平静下来。他们说，婚姻是不能勉强的事儿，只要永琪拒绝欣荣，谁都没有办法逼他娶她。尔康也是这样的，他对你那么好，他不会听老佛爷的。更何况在出巡的时候，他不就已经跟晴儿摊牌了吗？哎呀，老佛爷他是不知道这一段，才在那胡乱做主的。紫薇，我的情况比你严重多了，我都想明白了，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了不起，你就和晴儿一起嫁给尔康好了。我是被老佛爷判出局，换人进场。你的额头怎么了？怎么肿了一个包呢？我太生气了，在花园里乱跑，撞树上给撞晕了。我没有憋着，我只是在想，无论我们两个多么努力，这个皇宫都容纳不了我们。尔康不是皇室的人，老佛爷都不舍得把他指给我，他把原因归到我娘的操守上，这对我是多么大的羞辱！老佛爷，他是我的亲祖母，可是他对我一点亲情都没有，我只是一个扰乱他计划的绊脚石。哎呀，我们就不要管老佛爷了，我们又不是要嫁给老佛爷。只要永琪和尔康他们两个不投降，我们就不要烦恼了。没有那么简单。尔康是皇阿玛的御前侍卫，是将来的大学士，是亲王，是一品大官。他的前途早就一步步安排好了，我不能毁掉他的一切啊！况且，老佛爷给我们的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
那我们还有皇阿玛可以撑腰啊。皇阿玛在20年前的一个荒唐，创造出了一个我，牵扯出了一个你，把这个皇宫弄得鸡飞狗跳，他还有什么立场帮我们讲话呢？照你这样说，就算永琪要我，尔康要你，也都要不到，是吗？这场仗我打累了，我要退出。什么退出啊？你要怎么退出啊？我们已经到了球门了，你退什么场啊？一脚把球踢到球门就好了。我踢不进去了，他们那个守门，那个老太太，实在是太厉害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放弃尔康了？不行不行，我都没有放弃，你怎么可以放弃呢？尔康他没有对不起你，你们是那什么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也不能与君绝啊！老佛爷，您去哪儿了？又去散步了吗？怎么没有吩咐晴儿陪着您呢？床已经铺好了，您先坐，我去打点水来让您洗洗脸。欣荣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呀，这种事情让下面的人做就可以了，怎么能让你端这么重的水呢？可千万别烫了手。秦哥哥不要客气，在家里我也经常这么伺候我阿玛和额娘，这点小事情我还行。秦哥哥，欣荣年纪小，算是妹妹，今天第一天进宫，希望日后请姐姐能够多多照顾玉妹的欣荣，在此向姐姐行礼了。哎，欣荣，不须如此，就像你说的，咱俩是姐妹，还需要这么见外多礼吗？是啊，欣荣今天起和我们一起住在慈宁宫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晴儿，有欣荣和咱们在一起，咱们慈宁宫是不是热闹多了？是啊，老佛爷，欣荣一来，您心情特好，整个慈宁宫增添了不少您的笑声呢。有你们两个陪在我身边，我真是太幸福了，做梦都会笑。老佛爷，欣荣进宫来，您真的那么开心吗？开心，当然开心，我一直就盼着你来。你才来，就别忙了，去歇着吧。我还有话要和晴儿谈呢。是，老佛爷晚安，欣荣先告退了。晴姐姐晚安。晴儿，我今晚去了一趟漱芳斋，已经正式通知了紫薇和小燕子。欣荣，我决定把她指婚给永琪。尔康，你还要不要呢？老佛爷，我知道，像你这种正正经经的格格，很多心事开不了口，所以我就替你做主，告诉紫薇，除非她愿意和你共侍一夫，否则婚事免谈。当然了，这样是委屈了你，可是我看你跟紫薇挺合得来的，你觉得怎样？老佛爷，不行啊！怎么不行？你不愿意当侧室，就让紫薇当侧室。你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老佛爷，不行啊！尔康和紫薇之间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，我跟他们一路出巡，常常被他们深深感动。我绝对不要进入到他们之间去。老佛爷如果疼我、宠我，就请您撤销这个提议吧，让他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晴儿求求老佛爷了。
皇后娘娘，目前局面正如您所料，新荣格格果然要许配给五阿哥了。昨天晚上树芳斋和永和宫都闹翻天了。听说小燕子指婚不成，还跑去找于妃娘娘大吵了一架。哎呦，奴婢活到这个岁数，还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厚脸皮的姑娘呢。哼，我就说这小燕子怎么可能成得了凤凰？就凭她那臭脾气，于妃怎么会要这种媳妇？于妃就算再怎么与世无争，安静度日，永琪毕竟是她唯一的依靠。唉，哪个母亲不会为自己孩子的官路地位着想？选了欣荣这丫头，也算于妃厉害了。欣荣格格从小就受到老佛爷的疼爱，这次亲令欣荣格格进宫，也是老佛爷布局的。将来谁当了太子，老佛爷非常有影响力。皇后娘娘，您说我们日后是不是应该对欣荣格格下点功夫呢？容嬷嬷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一步棋？如果五阿哥真的娶了欣荣格格，以欣荣的背景，那索绰罗家的势力，五阿哥岂不是如虎添翼？那我12阿哥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假若五阿哥娶了小燕子，反而再也没有继承大位的机会，或者我们应该促成小燕子的婚事才对。不行啊，娘娘，小燕子跟咱们的仇结大了，她现在是还珠格格，都如此嚣张，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万一当了五阿哥的福晋，岂不是欺毁娘娘吗？说的也是。唉，真是一个眼中钉没解决，又来好几个眼中钉。那个香妃怎么样？好像小燕子和紫薇跟她走得很近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这2个丫头不是令妃的心腹吗？怎么会跑去笼络香妃呢？他们到底要脚踏几条船？娘娘不要烦恼，老佛爷指婚这招多厉害呀！奴婢料想，此时此刻，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滋味一定不好受。紫薇，紫薇，你一晚没睡啊？天哪！你哭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哭累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小姐。小姐。你看你的眼睛怎么肿成这样啊？小燕子，你的头怎么也肿成这样？你们怎么弄得那么可怜？我去拿冰敷袋来，你们一个要冰敷眼睛，一个冰敷脑袋。金锁，不用了，我只是没睡好。这个死皇宫，走又舍不得，留又气不过。昨天晚上被斑鸠和五阿哥给唬住了，我也没有多想。现在想想，问题还真是挺多的。昨夜老佛爷的话，我们在外面都听到了。我想皇宫里没有秘密。昨天欣荣已经进宫，住进慈宁宫，大概人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小姐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被老佛爷给打倒了。紫薇怎么会不被打倒？他和尔康的婚事吹了，他心都碎了。我跟紫薇的婚事谁都没办法改变，我也不允许有任何人改变。
轻的风，吹拂着我的脸孔，在我心中留下了缤纷的美梦。风儿阵阵吹，风儿阵阵吹，和风轻拂，寒风暴风。我迎向所有的风，有时欢喜，有时轻松。